卡塔尔能源事务部长兼卡塔尔能源公司总裁阿尔卡比表示，这项协议是一个里程碑。中国石化董事长马永生表示，中国与卡塔尔两国关系友好密切，在能源领域有天然互补性，为双方不断深化合作创造了良好环境。马永生与阿尔卡比以线上形式共同签署了协议。根据这份为期超长的天然气产销合约，卡塔尔能源公司将从其北方气田扩能项目每年向中国石化供应400万吨液化天然气。这份协议的签署正巧在世界杯开幕的第一天，这成为当天与世界杯开幕同等的爆炸性新闻，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深陷能源供应危机的欧洲对这笔合约非常羡慕，因为此前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领导人都赴中东找油找气未果。德国之声评论认为，在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巨大的当下，中卡签署的协议将帮助中国获得缓冲现货价格波动的机会，改善进口多样化。而稳定合理的能源价格将为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注入信心。德国媒体还注意到，全球化工巨头德国巴斯夫前不久就在广东湛江投资100亿欧元，直接原因就是今年4月由于俄乌冲突导致欧洲能源供应断裂，令巴斯夫的最大生产基地德国路德维希工厂几乎停产，损失巨大。位于波斯湾的北方气田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田，由卡塔尔和伊朗共同所有。卡塔尔几乎全部的天然气产量以及约60%的出口都来自于该气田。而北方气田扩能项目计划到2027年将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能力从每年7700万吨提高到1.26亿吨。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持续稳定的超高产能与持续旺盛的超高需求相吻合，是中卡超长合约订单签订的物资基础。深圳卫视还注意到，中石化发布的消息提及，21号签署的协议是双方就卡塔尔北方气田扩能项目开展一体化合作的重要部分。消息人士透露，所谓一体化指的是中国深度参与该项目，卡方允许中方在总资本额300亿美元的北方气田扩能项目中分享5%的股权，中石化和中石油还将分别参与一条线的投资，参与这一高度全球化项目的管理和运营。值得注意的是，欧美5大能源巨头壳牌、埃克森美孚、康菲、道达尔和埃尼都有入股。分析指出，在全世界都高度关注这块气田的时候，卡塔尔最终选择中国，与中卡高度政治互信和长久而愉悦的商业合作密不可分。这意味着双方都有信心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继续保持这一良好合作关系。2014年，卡塔尔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卡塔尔还是最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并加入亚投行的国家之一，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卡塔尔是公认的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范本，是中国投资进入海湾地区的重要门户之一。而中方在中东的良好口碑和信誉也反过来促进中卡超长天然气产销协议的达成。因为卡塔尔国土面积不大，在中东富国如林的环境中，要挑选一个值得信赖的买家并不容易，因为这个买家也必须与所有中东国家都维持良好的关系。而中国展现了这方面的能力。2017年卡塔尔外交危机期间，中国极力劝和促谈，为危机化解而进行穿梭外交，在进一步加深了中卡之间的互信的同时，也获得了中东国家的尊重。今年1月，6个中东国家的外交部长前后脚访华，被西方媒体惊呼是外交奇观，因为这6国中，土耳其、伊朗等国甚至海合会国家之间都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局域。中东石油以后是离不开中国的，同时中国也离不开中东，因为我们现在石油的进口依赖是70%多一点，然后其中中东一个地方就占50%，是我们进口最大的来源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东也是我们中国工业产品和技术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的市场。去年中国跟中东的贸易额已经超过3000多亿了，所以在从经济和能源2个角度来看，
中国跟中东和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深圳卫视注意到，在中卡天然气合约尘埃落定之前，中方的配套设施已经启动，涉及液化天然气的购销的上下游产业链。例如20号，上海液化天然气战线扩建项目已经在洋山深水港正式启动，项目总投资约170亿，包括码头工程、接收站工程和输气管道工程3部分。另一方面，按照卡塔尔今年推出的百船计划，即为了保障该国的液化天然气能卖出去，而提出建造100艘液化天然气，也就是 LNG 船队。截至今年11月10号，卡塔尔已经在中韩4家船企订造了66艘 LNG 船，其中12艘就在中国订造，这也是中国 LNG 造船能力提升的标志。目前全球的液化天然气船厂的订单普遍都排到了2028年，同时叠加今年欧洲能源危机影响，日前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单日租金成本已跃升至近4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3万元，同比增长340%以上，可谓一船难求。10月初，液化天然气船新船均价为2.45亿美元，创下2014年以来最高水平。面对这一趋势，中国船厂已经开始扩建厂区，增加产能。我们原来是每年大概产能在5条左右的这样 LNG 船的交付量，那么通过我们扩大产能以后，在“十四五”末，2025年将会达到10到12条的这样一个产能。目前，中韩主要船企都在积极扩充 LNG 船产能。大型 LNG 船的产品研发与规模化建造是难度很大、风险很高的复杂工程。面向 LNG 船工程已有20年的技术准备，将在2025年交付首支大型 LNG 船。到2028年，当扩充产能达到年交付8艘 LNG 船的规模。不过，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友好关系却令美国眼红。11月20号，白宫负责中东事务的最高官员麦格克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发出施压信号，声称这些国家若深化与中国的某些关系，将妨碍他们与所谓主要战略盟友和安全伙伴的合作。There are certain partnerships with China that would create a ceiling of what we can do. It's simply a fact,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s the truth here, it's the truth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based up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untries that are military competitors of ours. 彭博社解读认为，美国正在考验海湾地区一些石油国家的对美忠诚度。去年，拜登宣布美军仓促撤出阿富汗，以及特朗普时期过度偏袒以色列，以及拜登对沙特王储萨勒曼的严厉指责等，都让中东国家开始怀疑美国的诚意。事实上，美方的此类言论也不是第一次放出，而中方也进行了回应。8月12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表示，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发挥的始终是建设性作用，从不谋取什么地缘私利，更无意去填补所谓权力真空。中方支持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国家团结协作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支持地区国家人民独立自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从现在的态势来看，美国施压的效果是很小的。小的原因就是我们跟中东国家现在的合作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合作，然后美国在中东的优势主要是军事和安全领域的优势，所以这种格局它怎么施压它是改变不了的。我们跟中东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互惠跟互利的，这个美国是改变不了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卡塔尔宣布缔结27年对华长期液化天然气供销协议，对这份超长的能源大单的签订，您怎么看呢？我从中国能源安全和中卡互利合作2个维度来看待这份大单。我们知道，中亚、俄罗斯和缅甸所延伸过来的管道气，占据我天然气储用量的半壁江山。但呢，我国奉行的是来源多元化的方针，无论哪条管道气或具体哪个供货国，都不会在中国市场占比超过20%。可即便这样，鉴于中国经济体量之大，能源基础设施之完备，卡塔尔这样的天然气大户能敲定对华长期合同，可谓两全其美。俄能源学者伊利亚扎尔斯基提醒过，相比管道气，像美国、澳大利亚和卡塔尔
依赖船运出口液化天然气的国家，受制于港口接收能力和再气化设施的建设周期，它们之间的市场竞争也很厉害。最典型的就是当前的欧洲气荒，可欧盟港口呢却因储气设施饱和，最近有多条美国卡塔尔的 LNG 船滞留。再比如18年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却偏偏把降低所谓中美贸易逆差的法子放在要求中国进口更多的美国船用液化气上，而这呢又导致卡塔尔、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这样的出口国丢了中国的生意。事实上，全球船运液化气市场的竞争本来就很激烈，而且那里流行短期合同，激烈竞争所导致的价格剧烈波动，让卡塔尔在18年遭受了沙特等国封锁以及美国扩大出口液化气的双重打击，被迫在现价液化气的基础上再打折出口，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因此，对华长期合同无疑大大增强了卡塔尔经济抗风险和未来发展的可预期性。至于中卡关系，我认为以能源合作为纽带，将促进两国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拿我们熟知的中国制造来说，这几年上海的沪东中华连获卡塔尔多艘 LNG 船的订单，且卡塔尔的国家能源公司的百船计划里还有30多条 LNG 船的订单还未敲定，中国船企无疑是最主要的角逐者。众所周知，工程界的 LNG 船、旅游界的邮轮、军界的航母，堪称造船皇冠上的3大明珠。中国自主研发的薄膜叶舱式的 LNG 船虽然攻克了技术难关，但与日韩 LNG 先行者来相比，还要跨过首台商品化的门槛。这也是我同专业人士交流后所接触的新概念，那就是新产品即便技术质量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水平，但用户基于规避使用风险的心理，不当小白鼠，更愿意买市场验证过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卡塔尔也是中国制造的好朋友，也是我们要珍惜的好客户。